觉醒了，觉醒了！极道终于在不甘中觉醒了体内的山崎血脉。作为山崎家族大小姐的子嗣，极道成功开启了能让能力值大幅上升的无意识状态。马正斗能感觉到他昏倒，在站起来后，整个气势都变了。竟然是靠打架的执念让身体动起来的吗？马正斗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本能告诉他这家伙很危险，所以马正斗想要一击就结束，但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极道竟然避开了。实际上，极道的2阶暗黑破坏神技能可以让自己的能力值上升，并减少周围敌人的2级能力值。他开始使用山崎派极真空手道。马正斗也能感觉到自己变慢了，但他不能只是挨打。为了守护赵允大人，马正斗愿意成为他的山。他再次开始使用殊死搏斗，马正斗的能力值再次上升了一些，跟开启无意识状态的极道相差无几。西高的其他人没想到极道大人竟然这么强，要知道对方可是被尊崇为泰山的存在，可极道的实力却能跟他不相上下。不过西高的干部可以看出来，差异其实很明显。极道的状况很不利。马正斗之前听赵允大人说过，无意识状态就是在没有意识的状态下用自己所有的格斗技术来决斗，因此必须学很多格斗技术，无意识才足够强大。但极道就算进入无意识状态也没用，因为他只要极真空手道这一招，马正斗能感觉到这个男人很危险，他要为了赵允大人扼杀一切可能，这是为了让无意识沉睡的致命一击。就在马正斗以为成功解决极道时，极道的剑敌必杀技能发动，在知道对方的致命攻击后以2倍回击，这强悍的一击出乎马正斗的意料。李志贤立刻使用能无条件命中敌人的神速拔刀斩，他可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。延长城的攻击也紧随其后，西高众人再次发起了群攻。杨千学开始使用雷动背摔，他要用这一招结束马正斗。在西高小弟的目瞪口呆中，江北北高的泰山终于倒下了，全场立刻爆发出一阵欢呼声。马正斗疑惑自己已经输了吗？他还绝对不能输。申恩亨开始指挥李志贤负责照顾极道，其他人去跟金秀贤会合。可出乎西高众人意料的是，极度想要报恩的马正斗再次站了起来，他几乎是一夜之间从瘦弱变得强大。马正斗不知道赵允到底对自己做了什么，而他只不过是赵允做的一个实验，如果他不想要的话，随时都可以恢复原状。马正斗瞬间想到了自己过去那些受尽屈辱的模样，他衷心愿意成为守护赵允大人的山。任务弹窗开始发出警告，马正斗的潜力再次开始动摇，他竟然也开启了自己的境地之路。哪怕在暗黑破坏神的减一效果下，能力值也依然恐怖。可这时景逸镇也带着300多人赶到了，他的能力值也同样不弱。与此同时的金秀贤受到了阻拦，他警告赵允身边的白发女滚开，但白发女已经被下令要拦住西高的人了。随着他一声令下，黑暗中立刻走出来一些人。张硕疑惑，北高还有剩下的兵力吗？应该只是小喽啰吧。但能看到能力值的金秀贤却愣住了。在上次使用谈判之物时，丹尼尔就对金秀贤说过，赵允还有亲自培养的兵力，因为赵允不只是想统一江北，他甚至还想统一整个首尔。因此赵允亲自培养的精英也许只比丹尼尔差一点。丹尼尔也是第一次在江北见到那些家伙，不过还是有办法的。总之金秀贤必须要小心了。韩在和担心再这样下去赵允就恢复伤势了，不过因为丹尼尔给了提示，所以金秀贤跟程一天找到了帮手，他现在也已经出现了。白发女顿时傻眼了，因为那个传说中的男人出现了。曾经用1天时间统一江北的地犬联盟程有汉，他的能力值是前所未有的恐怖。不久前程有汉毫不犹豫拒绝了程一天的求助，因为之前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那次是最后一次，就算是亲戚也不会有下一次。他让程一天想吃土就自己吃吧。可另外一道声音却再次进行请求，作为西高首领的金秀贤低声下气的拜托程有汉帮忙，因为这样下去江北就会被赵允拿下。金秀贤并不是要求程有汉帮自己阻止赵允，如果他输了，大家都会陷入危险。金秀贤想守护重要的人，他怎样都可以，但他不能让他的人受伤。程有汉问了金秀贤一个问题，只要帮这一次，你们就不会再烦我了吗？为此金秀贤愿意赌上自己的妹妹。程有汉有些无奈，他让金秀贤不要拿家人当赌注，而这次的帮助绝对就是最后一次了，因为程有汉不想介入乱七八糟的事情。这些赵允亲自培养的精英根本就碰不到程有汉，也根本就没有人扛得住他的一击。白发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程有汉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，因为这家伙可是真正的怪物。白发女怒吼，反正是迟早都要打上一仗的对手，所有人一起发起进攻。然而人数压制没有丝毫作用，赵允培养的精英们很快就被解决了。金秀贤惊讶，果然统一过江北的人就是不一样嘛，就连变得这么强的他都只能用眼睛追着程有汉的动作。金秀贤向他道谢，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战了，现在只剩下赵允一个人了。与此同时的马正斗还在战斗，他已经数不清自己打倒了多少人了。马正斗不允许自己倒下，他不会让任何人过去赵允大人那里，不管有多少人，他都一定要挡下来，因为他是泰山。马正斗殊死搏斗再次启动，西高的人惊讶这家伙怎么会越打越强，突然他们感觉自己的身体也变强了，因为金秀贤使用了战场呼声，可以将我军阵营的能力值上升30分钟。金秀贤绝对不能让马正斗跟赵允会合，他只能希望西高的各位能打赢了。齐道跟李志贤已经准备好了，杨千学知道尼采说过要抓住马正斗，郑恩亨可不记得尼采说过这种话。先代号让马正斗不要倒下，有事经纠正他是要倒下才行。接下来马正斗需要面对的是
全面加强的江北西高。很快金秀贤就赶到了北高的大本营，因为可能会有陷阱，所以还是一起找赵云比较好。可北高的入口却还站着一个人，金秀贤让大家小心了，赵云可能又用了什么诡计。可等看清那个人是谁后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因为倒在北高前面的人正是丹尼尔。金秀贤兴奋，原来他还活着。然而还不等金秀贤靠近，丹尼尔便一拳将其打倒，因为赵云已经对丹尼尔使用了交易卡牌，他的潜力与头脑都被燃烧掉了。金秀贤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，赵云真他妈不是人啊！其他人疑惑，丹尼尔不是西高这边的吗？怎么又变成敌人了？现在要怎么打赢丹尼尔又是一大难题。然而随着打火机的点燃，聚合俊再次出现救场了。他疑惑丹尼尔现在这是什么样子，看起来真是让人不爽呢。聚合俊让金秀贤上去吧，去做你该做的事情。原来那时赵允差点就被打败了。丹尼尔为了赢他做了不少准备，不过在有外挂的赵允面前也只能到此为止了。那么现在丹尼尔要为背叛付出代价了。赵允开始对他使用洗脑之绳，但不出赵允意料的再次失败了，因为洗脑之绳无法对比自己智力更高的对象使用。丹尼尔微笑道，看来不太顺利呀。赵允一把掐住他，质问他在骄傲什么。丹尼尔不能被洗脑之绳控制是他的不幸，因为赵允还有其他适合的卡牌可以对他用。于是丹尼尔在交易卡牌的作用下成了怪物。聚合俊奇怪，你真的是丹尼尔吗？你该不会嗑药了吧？这跟聚合俊想的不一样，他不想跟这样的丹尼尔对决。聚合俊被丹尼尔用和气道甩开，但他已经今时不同往日了。聚合俊已经足够强了，不过他也能感觉到丹尼尔比过去更快了，但是聚合俊还没到跟不上的程度。如果对手一直都能闪避，那么聚合俊明白方法就只有一个，把他的腿定住就好了。眼看聚合俊的拳头就要成功命中，可丹尼尔却再次用和气道将他甩开。聚合俊没想到他那种姿势竟然也可以用和气道，这样下去可不行，战斗节奏被丹尼尔抢走了。以聚合俊的速度很难追上丹尼尔，就算追上了，他也会用和气道甩开。聚合俊一时间不知道要怎么赢了，现在已经没办法了吗？丹尼尔燃烧潜力与头脑后能力值有了很大提升。就在聚合俊思考该怎么办时，丹尼尔却结结巴巴地开口了。他让聚合俊不要放弃，一定要把我打倒啊！另一边的马正斗还在战斗，不管对手有多少人，他都要赢，绝不能让其他人到赵允大人那里。长时间战斗令马正斗精疲力尽，但他不愿就这样倒下，急到让他放弃吧。马正斗只觉得好笑，我可是赵允大人的盾牌，绝对不能放弃。大量西高干部的攻击不断落在马正斗身上，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结束时，马正斗却依然没有倒下，而李智贤却要危险了。急到急忙想要去挡住马正斗的攻击，可马正斗的攻击却迟迟没有落下。锦衣镇不由得惊叹，真是个狠角色，因为马正斗竟然站着昏倒了，急到却没有一丝赢的感觉。江北西高的所有战力都一起上了，但也没能解决马正斗一人，剩下的战力也无法继续行动，不太可能去帮金秀贤打赵允了。马正斗竟然真的守住了，他定下了江北的神话，现在终于到了该结束一切的时候了。金秀贤成功找到了赵允，可赵允却冷冷道，结束是由强者来做决定的，只凭你们根本就对付不了我。任务弹窗向金秀贤发出警告，若无法打倒赵允，从任务得到的奖品将会全部消失。金秀贤第4个任务是与赵允对决胜利，同样任务弹窗也向赵允发出警告，若无法打倒金秀贤，从任务得到的奖品将会全部消失。赵允的第4个任务是与金秀贤对决胜利，接下来开始的将是最后一场战争。